1922年11月，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埃及卢克索的帝王谷发现了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因为其在近3000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被盗过，让世人第一次完整的见到了古埃及法老奢华无比的宝藏，以及古埃及独特的文化与艺术魅力。大家好，我是大熊。在上一集中开启了墓室前厅宝藏以及法老的7层金棺之后，霍华德·卡特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层棺的面前。这层棺是实打实的由足量黄金打造，总重110千克，象征着不朽的太阳神肉身。它的下面是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其头部就是那件用纯金打造的图坦卡蒙面具。如果加上这个黄金面具，细数下来，整个棺椁竟然高达9层。此时已经是发现墓葬后的第3年，也就是1925年。霍华德·卡特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在笔记中写道：一去销钉，抬起盖子，倒数第2个场景被揭开，一具包裹得很整齐的年轻国王的木乃伊，带着悲伤而宁静的金色面具。面具带有神的属性，但又像图坦卡蒙平静而美丽。接着面具就被转移到了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并向公众展出，而后震惊欧洲。整个黄金面具高54厘米，宽39.3厘米，净深49厘米。它由2层高稀度的黄金所制成，重10.23千克。面具除了黄金，还镶嵌有彩色玻璃和宝石，包括青金石、石英、黑曜岩、红玉髓、天河石、绿松石和彩陶。面具的背部和肩膀上刻有以圣书体撰写的保护咒语。最后是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木乃伊身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护身符，这些护身符可以帮助法老的灵魂在冥界度过一切灾厄，形制大多为眼镜蛇、秃鹫、圣甲虫以及赫鲁斯之眼，每一件都是金镶珐琅和宝石，十分华丽。当然，最具分量的一件宝物就是这把匕首，这是在棺椁中发现的5为2的法老的私人用品，可见图坦卡蒙对其的珍视程度。这件匕首最独特的地方并不是用水晶和黄金制成的刀柄，而是它的刃为铁制。研究人员曾对此刃进行分析，发现它居然有来自于天外的陨石成分，也就是陨铁。在法老的眼里，这就是天降圣物，比黄金还要贵重。那么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这8层金棺。由里到外，实际上是法老由死亡走向重生的一个过程。首先，木乃伊戴好各种护身符，其灵魂在各路神灵的加持与保护下，乘坐太阳神的船冲过冥界，经过重重的关口，最后利用生命之药打开生命之门，从而得到永生。紧接着，我们将目光集中在法老的木乃伊。100年了，他的身上有着很多的未解之谜，比如图坦卡蒙为何19岁就殒命？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据埃及考古学家对木乃伊的最新检测，证实图坦卡蒙自小就有足部问题，是由于其父母近亲通婚所造成的先天性畸形，因此他需要借助拐杖来走路，而且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很大的疼痛。事实上，在陵墓很多陪葬品的装饰画上都有图坦卡蒙坐立甚至拄着拐杖的情景，而且陵墓中还出土了整整130根拐杖，经检视均有使用过的迹象。后来的 DNA 检测证明，法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还曾多次感染严重的疟疾，那么他很有可能因为一次意外跌伤腿脚，再感染了疟疾，突发败血症而英年早逝。可见这位法老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是悲剧性的。可惜的是，古埃及人并不知道近亲通婚的后果。为了维持法老血脉的纯正，图坦卡蒙同样也重蹈了上一辈的覆辙，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悲剧传给了他的下一代，那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那么清理与搬运完所有的棺椁，时间来到了1926年10月，霍华德打开了最后一个墓室，也被称为宝藏室。通过照片，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尊披着裹尸布的死神阿努比斯卧像。他在古埃及神话中以一只胡狼头的形象出现，是亡灵的守护者。这里可以推测，在法老的下葬仪式中，应该有人在队伍中专门抬着这尊雕像，把它放在了门口，从而也证明他守护的东西绝不简单。阿努比斯的后面是一尊圣牛之神，
梅赫特维莱特，他与爱神哈索尔相关，但是在亡灵书中却被誉为创造与重生之神，是来保护太阳神拉的。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人认为太阳神会在一天之后由梅赫特维莱特负责把他带到冥界，然后第二天再把他带回人间。那么法老死后一样也会进入冥界，因此梅赫特维莱特是法老通往来世的保护神。这个房间被称为宝藏室，主要存放的是图坦卡蒙的卡诺比斯罐，它是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用作保存胃、肠、肺和肝内脏，以供来世使用的器具，可以说是相当重要。阿努比斯和梅赫特维莱特主要守护的也就是这件东西，一般是用陶器制成，但图坦卡蒙作为法老，级别肯定要高很多，他的内脏就放在这件高达2米、长1.5米的卡诺比斯神龛内。神龛可以说是相当的华丽，由乌木制作，外包金箔，上面依然刻画了图坦卡蒙和王后安卡塞拉曼的私密生活场景，四侧同样为4大亡灵女神守护着。顶上一周为2层56尊瓦吉特神，顶着太阳圆盘，代表着古埃及至高无上的王权。打开神龛，里面是用雪花石制成的神圣卡诺比斯罐，雕刻非常细腻。抬起雪花石罐，里面还套有一层卡诺比斯罐，像是之前盛放法老木乃伊的人形棺。尽管只有20厘米长，但是铸造也是十分精美。那么在卡诺比斯神龛的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历史木龛，木龛上堆放着法老的太阳船，所有的船首都面朝西方日落的方向，很明显是护送法老通往来世。船模型的制作非常精细，比如船舱、甲板上的王座、船尾和船帆，船身上的绘画也极为精致。船下面木龛的里面则存放着神的立像，比如战争女神塞赫美特、阿努比斯等，其中有7尊是法老各种姿势的金身像。这些塑像当时拿起来的时候都用布包裹着，和金棺上的图坦卡蒙的形象不一样，他们有的站在太阳船上，有的站在狮子上，有的被托举，有的头戴上埃及王冠，有的戴下埃及王冠，但基本上都是手拿连枷、法杖或生命之钥安卡，而且每一件都制作得惟妙惟肖。除了这些东西，霍华德·卡特在日记里还记载了这个墓室里一件令他震惊的发现，那就是在一个朴素且没有装饰的盒子里，居然放着2具小型石棺。这2具棺材中存有2具婴儿木乃伊。霍华德在当时因为没有先进的技术而不能判断他们的身份，但是现在通过 DNA 技术比对，可以得知这2具婴儿木乃伊竟然是图坦卡蒙的2个孩子，而他们的母亲正是王后安卡塞拉曼。由于法老与王后兄妹结婚，导致孩子早年夭折，小婴儿是出生还没足月就死去，大婴儿也仅仅活了4个月。料想恩爱彼此的2人应该是经历了2次常人难以想象的丧子之痛，而图坦卡蒙选择将孩子一同与自己埋葬，想必是思念之深，以求在来生能够与他们再次团聚。最后我们再来整体看一下陵墓，从前厅到主室再到后室，相比于其他法老的陵墓，图坦卡蒙的小太多了，而且依据现有的技术检测，墓室有很多仓促完工的迹象。我们知道很多法老在继位之初就开始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那为什么图坦卡蒙的却是在匆忙中完工呢？这个谜团直到最近才似乎被揭开，关键的线索就在主室棺椁背后的壁画中。这幅壁画上，左边是法老图坦卡蒙，右边的这个人依据旁边的圣书体，可知是大臣阿姨，他正在为图坦卡蒙的木乃伊举行开口仪式，而他也是图坦卡蒙死后的继任法老。不久前，古埃及考古学家在帝王谷几英里外发现了法老阿姨的陵墓，这座陵墓的占地面积要大很多，最令人惊讶的是，里面的构造和壁画居然和图坦卡蒙的墓一模一样。那么比较黑暗的猜测是，因为图坦卡蒙墓的大小也正好符合古埃及官吏的规格，很有可能图坦卡蒙突然逝世，阿姨就将原本留给自己的陵墓
匆忙命人赶工改装了一下，最后将图坦卡蒙的棺椁连同5000多件陪葬品一起堆放了进去。这也是为什么卡特在打开陵墓的那一刻，墓室内看起来那么拥挤的原因。阿伊曾是图坦卡蒙身边的重臣，也是他辅佐着少年法老一点一点的成长。法老的突然去世，让王朝的上下形成一段权力的真空期。加上图坦卡蒙没有子嗣，阿伊势必是下任法老的第一人选。有研究认为，阿伊就是埃及皇后纳芙提提的父亲，也就是图坦卡蒙的外公。而他为了上位，只能娶同样具有法老血脉的王后，也就是图坦卡蒙的遗孀，才能名正言顺。这么算来，安卡珊纳曼最终应该是嫁给了自己的外公。能证实这一点的，还有一份来自当时北方赫梯帝国的记载，说是安卡珊纳曼曾向赫梯国王苏必路里乌马一世请求派遣一位王子来到埃及，与自己结婚，并担任法老。他在书信中曾写道：我的丈夫死了，而我又没有儿女，听说你有很多子嗣，你能选出其中一个儿子与我结婚，并让他成为埃及的法老吗？我不想嫁给仆人，我很害怕。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位仆人就是法老阿伊。苏必路里乌马一世在认真考虑之后，同意了这个请求，最终派遣扎南扎王子前往埃及，但最终却神秘地死在赫梯与埃及的边境上。可以想象，安卡珊纳曼当她站在陵墓内献完最后一束花，悲伤地告别自己深爱的丈夫和孩子后，只能掩面而泣，走向下一个悲剧。图坦卡蒙因为其父亲阿肯纳顿发动宗教改革失败，在第19王朝被除名，往后1000年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然而也正是因为被历史遗忘，这座墓葬才能在3000年来保存得这么完整，并让如今的图坦卡蒙成为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法老王。